1957年，马来亚联邦宣告独立。1963年，马来亚邦和新加坡沙劳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。后来新加坡退出了，国家元首是三军的最高统帅，陆军前身是1935年英国殖民政府组建的马来兵团，海军在1958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管，1963年改变成马来西亚皇家海军。空军是在1958年正式建立。在马来西亚军队里边有8个特种作战单位：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特种部队、第10伞降旅、特种战斗集团、海军陆战队战斗部队、特种任务及救援部队、快速反应部队、空军特别空勤团、特种作战指挥团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中的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特种部队，马来文全称为 Pasukan Kansar Lot， 缩写为 PASKAL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这支部队的起点也是来自英国殖民政府。1934年8月，殖民政府在新加坡成立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海峡部队，主要是出于政治要求。当时新加坡出现骚乱，英国让皇家海军去摆平，但是又害怕皇家海军搞不定，再把事件扩大了。英国战争部才在新加坡成立了预备役海峡部队，还送了艘护卫舰用。后来二战爆发了，英国把部队召回国内面对强敌。当时东南亚也是风云四起，为了保住这块肥地，英国把预备役海峡部队改编成了现役部队，并让大量的本地人加入到其中。后来在槟榔屿州成立了一个分支，称为皇家海军马来部队，后来就成了马来海军。在成立初期，海峡部队大约有400人，在英国护送的护卫舰上训练。马来的分支成立后，队伍扩张到1400多人左右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盟军共同行动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作战，战争中消耗巨大。二战结束的时候就只剩600人左右，这600人也没被安顿好。当时马来政府因为战争元气大伤，为了发展经济，没办法在1947年把海军解散了。当时的局势，马来海军继续存在的价值不大，苏联又不会绕个圈去打。但在1948年12月，马来危机爆发，英国殖民政府有点控制不住局面了，就又重建了马来海军，还取了新名字马来亚海军。主要的任务是海岸巡逻，防止叛乱者从海上接受补给，拿你的刀杀你的人。还有一个就是保卫通往新加坡和其他港口的路线安全。1952年8月，伊丽莎白2世将这支部队冠以皇家之名，以表彰其在马来危机中的贡献。57年8月31号，马来西亚独立，1年后，马来政府和英国达成协议，将皇家马来海军的全部都移交给马来军方管理。在1963年9月，这支部队正式改编更名为皇家马来西亚海军，发展马来的海上防卫。当前的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约有现役2万人左右，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特种部队就是其中之一。在1975年开始筹建，最初的人员是由海军精锐组成，由马来陆军特种部队进行基础的特种作战训练。1977年，这支部队的30名军官被派到印度尼西亚接受丛林突击战巡礼，后来去到欧美学习交流。经过5年的筹备时间，在1980年10月正式成立。1991年，马来西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，由这支部队作为马来官方的海上反恐部队，负责保护马来海上自然资源的开发设施和人员。在卢木特海军基地完成后，皇家海特也随总部迁移。现已知的情报估计，这支部队大约有1000人左右，有2个分队，一个在卢木特基地，一个在沙巴州的仙本那。在黄马海特中包含多个中队，每个中队有4个排：阿尔法、布拉沃、查理、德尔塔。阿尔法主要是负责海上反恐救援，布拉沃有一个蛙人小队和空中小队，负责渗透收集情报。查理是辅佐单位在敌人后方配合行动。德尔塔就比较传统全能了，在执行任务是4个排在进行混编，以发挥其最大的战斗力。还有一些隐秘的7人小队，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那种黄马海特的候选人，由严格的年龄控制，必须在30岁以下。在经过一系列的体能和心理的测试后，要在卢木特海军基地接受3个月的初级训练，接受初级特种作战和体能、战术、爆破、潜水等方面的考核。完成初级训练后，候选人被派遣到马六甲双溪地区参加伞降训练。完成伞降后，还有战斗、医疗、通信、车辆、船只和驾驶和维修。在战斗中能用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学。
这些都只是1级训练，后边还有2级、3级、特级。完成这些后，还有一系列苛刻的体能测试。完成体能测试后，会被分配到黄马海特的中队，接受常规训练和专业训练，包括战斗技能、渗透技能和情报收集工作的训练。战斗技能包括丛林战斗、游击战术、夜间战斗和反暴乱战斗等等。黄马海特还会定期和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的航空部队一同训练，用航空部队的超级山猫和非洲狐直升机进行高空跳伞、低空开伞等伞降训练。除了和航空部队，黄马海特还会和另外7支特种部队和一些海外的特种部队进行联合训练。黄马海特的制服有蓝色和黑色和美制丛林迷彩，同时根据作战任务、作战地域的不同进行改变，佩戴的都是紫红色贝雷帽。武器装备有手枪有格洛克17等，冲锋枪有 P90、UMP， 还有其他各式的轻重武器，大部分和英国差不多，毕竟是从英军转过来的。除了常规武器舰艇外，黄马海特还会利用海军的2艘幼鱼级潜艇训练。幼鱼级潜艇是法国和西班牙专门设计用来出口的潜艇。在20世纪末期，法国的潜艇面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新型舰艇失去了市场竞争力，于是专门研发了新型的鱿鱼级潜艇。起初是和西班牙合作联合建造，后来双方并没有正式展开合作。在2009年1月27号，马来西亚海军的首艘舰艇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号交付，同年9月抵达马来西亚。2号艇敦拉扎克在西班牙接收。皇家马来西亚海军特种部队被大众所知晓是在2011年1月20号。当时的黄马海特在亚丁湾巡航，参与国际反海盗行动。在1月20号，一股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一艘名为劳拉号的化学品油轮。此时的黄马海特队员正在不远的舰船上休整。他们在接到任务后，他们乘坐非洲狐直升机和2艘船一起向出事地点前进，成功解救全部23名船员，并抓获7名全部海盗，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。除了这个，还有2019年上映的马来西亚本土现代战争动作片《哈斯卡拉》，它的主要剧情说的就是我们上边说的索马里行动。全片对标的国内的就是战狼和红海行动那种。作为马来海军的主要特战单位，它的组成和结构和美国海豹有些相似。在和平时期，黄马海特就是保护马来西亚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平台。进入战时的主要任务包括在被地方控制的水域展开攻击作战，海上渗透，破坏敌人海上设施、设备，保护己方舰船、基地。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亚丁湾巡航任务，已知的还有93年到95年的联合国索马里行动，2006年的东帝汶维和行动，2007年的阿富汗维和行动，2013年在东沙地区镇压当地叛乱等。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